有请主持人小川。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4位情感导师，他们是著名的作家苏秦老师，欢迎苏老师；来自松鼠 AI 1对1的董事长厉浩洋老师，欢迎厉总；著名作家陆琪老师，欢迎陆琪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好了，接下来就看看今天的4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我们恋爱3年半，但我竟然被分手2次。一直以来，我觉得他总是双重标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总是振振有词，在我身上就是我很大的错误，让我觉得很累，很委屈。我认为情侣之间吵架拌嘴在所难免，既然过去了就过去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总是咬着以前的旧账过错提来提去。现在他对我的态度也变得冷淡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够爱我了，还是我多想了。我现在是想好好和他在一起的，我觉得是他在没事找事儿，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总要翻旧账。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帅22岁，来自内蒙古销售；小霞23岁，来自内蒙古前台。有请小霞，有请。欢迎2位啊！谈了3年，分了2次手，是吧？对。女朋友觉得男生有点那个，是吧？双重标准。双重标准。对。男生觉得女朋友有点那个，是吧？翻旧账，对吧？行吧。你先把那个为什么2年分2次手，谁先给我描述一下？2次分手都是他提的，就是他一直双重标准要求我，什么事情都是他可以做，但是我不可以。只要我一做了，他肯定我俩就吵架，跟我提分手。咱说这事儿行吗？不需要这么精简，把这事儿说了。当时就是18年的时候吧，我刚实习的时候，他嫌我跟公司的同事就是关系不单纯。不是不单纯，他叫跟人家是爱称。他名字里有一个帅字，但是人家就叫他帅帅。他跟我说过不喜欢别人这么叫，觉得恶心啊。但是我就当时我又管不住，就是同事之间怎么叫我啊，而且是我刚到这个公司，对不对？然后不光这么叫我，而且对其他同事也是这么叫的，都是这种叠词之叫。但是主持人别人叫完他，他也叫人，他也是叫人家小小就这么叫，也是爱称。一个组的都是这么叫，人家名字就叫什么小小，我们都是这么叫，就是为了。那不叫小小叫什么呢？叫小。但是我觉得他跟我说的跟他做的完全不一样。不是啊，就我就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一个单纯简单顺口，叫着顺口方便。不会说你们第1次分手就是因为别人叫他帅帅，他叫一个别人叫小小，你们就分了吧？不是吧？我跟他提的分手。对，为啥分呢？他就是老是提以前的事儿，比如今天出现这个问题，把以前的就是各种问题都拿出来说，没完没了的说。我就认为情侣2个之间啊，吵架拌嘴就挺在所难免的，解决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对不对？不是你们第1次分手到底为啥还是没弄清楚？就是我就觉得受不了他这个老提这个翻旧账这个事儿。他第1回提的是什么旧账呢？就是因为他跟异性。他跟异性怎么了呢？就是他自从实习以来跟小小天天爱称，然后主管在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就给他发爱你啊、么么哒呀之类的暧昧的词儿。不是小小和主管是一个人吗？不是，是2个人。都是女的吗？对。哦，他跟小小叫小小。对，然后主管就给他发暧昧的词儿，然后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主管也在，小小也在，他们都是带着男朋友的，但是一直让他干这干那，给他拿个菜呀，给他弄个这，我就在旁边也不照顾我，因为我第1次去，我都不认识。当时那个主管给我发那些，就是他说的那些，我当时确实我看到了，我也就是挺吓人的。我直接当着面就把主管给删了我直接就把他删了。做的没毛病啊。对啊，这是一个态度。然后后来他说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刚入这个公司嘛，同事之间聚餐，那我自己有女朋友，我就把她带着，至少给大家认识，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事儿。然后我就觉得他太敏感、太多想了。你说之前就是在一个饭桌上吃饭，我在门口坐着。那个小小就是也带着男朋友嘛，那人家男朋友来了，为什么他不让男朋友给他加，让你呢？那我在旁边就是方便嘛，就拿个筷子什么，就简单的这些举手之劳，然后我就是给拿了然后他就把这个事儿就翻出来，就跟我说我俩有事儿。我觉得都带着对象来的，能有什么事儿啊？那主持人您看他特别有理，但我也是跟同事吃个饭。
跟正常的同事就去吃个麦当劳，我还跟他说了，我说吃了什么，跟谁去吃的，然后跟他说了明明白白的，他还是多想说我跟人家有事儿，他就可以，我就不可以。这性质情况一样嘛？怎么不一样？我们是聚餐，我主动把你邀约过来，介绍给大家认识。你跟你同事男的你单独出去吃饭去了。本来我这个人就挺敏感的，爱吃醋的。你一跟我说单独吃饭，我直接就火就上来了。那人家为啥就找你吃饭啊？我都说了，就我们2个在那店里，就我们2个员工，那2个跟老板一起吃吗？那就不能单独出去吃饭吗？自己吃自己的呀。那这不是因为想便宜嘛，然后 AA 吃了一顿饭。行，听明白了。年轻人嘛，谈恋爱的时候互相嫉妒是好事儿嘛，说明在乎嘛，心眼小也很正常。因为这事儿就分了是吧？我提分手就是之前就很多矛盾加起来累积的，然后就是特别无奈，然后他那个毛病一直不改，就是老是翻旧账。对，你就说分是吧？嗯。然后你说什么？然后我就跟他分了，我同意了。就分了。对。然后你分完之后有没有特难受？还是觉得特解放？还是难受的。我刚开始分完就是特解放，一两天的时候感觉挺轻松的啊，后来就是慢慢就觉得挂念，心里空洞洞的，然后就是主动就找他说话，一直坚持着，每天就跟他说2句话，后来又求他复合啊，2个月之后又复合了。哦。那第2次又为啥分手呢？因为复合之后，他开始瞒我，开始对我不坦诚，骗我，然后就开始瞒我很多事。是我对你不坦诚吗？那叫不坦诚吗？那你对我的那欺骗，那叫什么？主任，你听我说，就有一次我看他手机，那突然就看到他跟一个男同事，他给人发一个挺漂亮的一个自拍，都没给我发，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给我咋解释？我当时解释了，我当时跟他说了，我说是让同事的姐姐给我找一个工作，然后你把你的照片发给他嘛。然后我跟他说了。你当我傻吗？可信吗？当时我说你手机给我来，我跟他同事说，问工作找我怎么样了，直接他就心虚了，我直接就笃定他肯定是骗我的。首先这个自拍这个事儿我就挺不舒服的，我自己就脑补然后再加上他骗我，我对这个事儿挺包容的。我也直接删了吗？不是，我直接删了。不是，那到底为什么给同事发个自拍呢？今天解个密呗。其实就是因为我是一前台，然后我就在旁边那个同事，就是我们但是不能说话。那天吧，就是有衣服，然后他上班不让我给他发微信，他嫌我烦。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就说同事给我选一下吧，因为我2件就是犹豫不定。然后我选完之后，后来有天问我那衣服怎么样，回来了吗？我就直接照片发给他了，我就这样的衣服。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个解释。但我当时说他肯定不信，你都瞒我这么久了还没事吗？又是给人发自拍，又是让他男的给你挑衣服，是他审美比我好吗？那你不是不让我给你发微信？那不发，我闲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帮你挑？那你闲的时候衣服而且你是只有异性朋友吗？还是没有异性朋友？我不是为了方便吗？就坐在我旁边，方便，那你就不怕被我知道，然后又闹吗？那你瞒我的呢？你5000块钱你瞒着我，你就有理了是吗？还提，这都过去了还提。不是你知道吗？我们刚实习的时候工资都没有多少，然后我们都没有什么存款，但是他就有5000块钱的存款，我是不知道的。第2天我问他，你不知道他有存款很正常啊。但是我们2个都很穷，因为他那时候天天也是跟我哭穷。重点是那不是存款，当时我不是有一张信用卡吗？从信用卡取现出来了。取现出来放手里，怕以后就是怕。那你可以跟我说呀。我瞒着你就是我瞒着你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啊。本来也不是自己的钱。我们2个的经济是独立的，我从来不花他的钱。所以我明白，就是女生觉得，然后他就觉得经济上面也是隐瞒，是吧？然后他就觉得我骗他了，然后我也给他解释了啊。过后呢，3番2天就把这事提出来，然后我就特别无奈。然后他又跟我提分手，还是他提的，明明是他的错。提分手，我就不可以说，我要说他就。因为本来就是上一次就因为这个。当时和好的时候，我也跟他说，我以后也会站在他角度想呀。他说他以后也会不会这么翻旧账了。这次然后还跟上次一样，一点都没变，还是分手。提没提？提了，然后就分了。分了。然后我就不想和好了。然后后来他又来找我。啊，就是多久以后又找你啊？也是2个月。是2个月以后是吧？对，大概2个月左右吧。当时分完了。然后中间我也找过他，知道他回老家就做手术去了，小手术嘛。当时我也挺担心的，我俩微信还有联系。当时分手过程中，我确实挺难过的。然后想到了我俩大学时候恋爱那美好的回忆，然后就是再加上他本来他跟其他小姑娘不一样，人挺好的，善良单纯，然后对人特别实在，我挺后悔的。然后就是找他。这么后悔和好的时候，和好了之后到现在。就是还是双重标准。多久了？和好快1年了。哦，和好也1年了。对。在这1年的日子里面，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
他现在就是还是依旧的双重标准没有改，而且他现在除了上班的时间，他都是看游戏直播。一直在看，要不就打游戏，要不就看直播。就当时我觉得我俩3、4年了，就挺稳定的了。之前那些问题也都解决差不多，没有其他矛盾了。那现在工作也有压力，然后回到家嘛，就是看看自己手机啊。那我刚开始处对象的时候，我玩手机，他就说我不尊重他，然后我又那你刚开始处的那咱俩情况一样吗？咱俩热恋的时候，大学时候无忧无虑的。那不还是没结婚，恋爱的时候不都应该这样的吗？那后来到后来都已经稳定了嘛，都已经就觉得很平淡了呀。那再加上工作压力大，那就适当的放松一下自己啊。主持人，我还是觉得那我又没有看女主播，这有必要吗？我觉得2个人应该是有点话题的，不沟通2个人怎么在一起？我并不是就是啥也不跟他沟通啊，只不过就是闲暇的时间看会儿游戏比赛啊。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在乎我，对我有点冷淡了。下班了为什么2个人不出去约会啊？他看直播呀。你看什么呀？比赛不也有赛季吗？打完赛季就没了。吃鸡比赛。哦，那不也有赛季的吗？我就感觉他每天都在看比赛。那个他是有正式的比赛，也有训练赛。训练赛你也看？对，然后我就喜欢一个战队嘛，就是他们每天基本上都有。那你现在还想跟他一起出去逛街吗？也会啊。他出去跟我在一块吃饭的时候，都把那手机放腿上看，就放在桌子下面偷着看。那不是就是这种的。那不是还是怕你生气吗？你之前就因为这个老提老提。不是，你明明知道他要生气，为什么还看呢？跟他吃饭的时候。那比赛很重要。哦。女生肯定是不接受这个的，对吧？对，我接受不了。你是觉得我们还没有老夫老妻，怎么情感就淡成这样了？对，我觉得这要是结婚以后，那就应该比现在还更糟。男生是觉得我们情感稳定，所以我才敢这样，对吧？其实也会知道他会生气，但是就觉得挺稳定了。我觉得他们不会因为这个去跟我生气。如果有正事了，我肯定会说事儿的。我跟你提过呀。如果没有什么事儿了。就是自己放松自己的玩，自己的有自己的空间，我觉得很正常。你们俩现在不会再为什么异性啊、外围的这些事情吵架了吧？因为现在都处理得很好，因为2次分手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层面是成熟了。现在出现的新的问题是，男生好像是看游戏的兴趣比对你的兴趣更大，是吧？对。所以看起来焦点从过去的对对方彼此猜忌，变成了所谓的游戏了。但是唯一没变的还是挺能翻旧账的。哎，你一会儿问问老师们，全世界但是双重标准也没有改啊，双重标准也依旧没有改。是，生活里面要改点毛病太难了。你们也可以问问这些老师，全世界的男性有几个是没点小怪癖的？好了，就这么一个现状。过去我们所谓的第3种感情力量，是现实中的小哥哥小姐姐，对吧？现在我们感情当中的第3种力量是所谓的游戏。除此之外，我们对彼此身上最看不上那个东西，彼此都没有因为爱情而改变。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段关系给我的感受是特别的灰色。男生虽然你评价你们的关系是现在稳定了，但我觉得不是稳定，你们就是麻木了。分分合合那么多次，就这样吧。这个不叫稳定，这个就是麻木。或者说你依赖的不是对面这个人，而你依赖的就仅仅只是这种习惯性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状态好吗？你今年要是40、50岁，咱们大家互相劝一下，说行，就这样过吧。但是你们今年才20出头啊，就把日子过得像50、60岁一样，我真的替你们觉得特别惋惜啊。如果这个时候你们没有激情，没有品尝过那种爱情带给你的那种正向的能量，没有让你们变成更好的自己，用不了10年，你们会各自去寻找自己的更新鲜的、更澎湃的感情，因为你们没有寄托呀。所以，如果你们不改变这种面对感情的心态的话，我真的建议你们不要再走下去。这样拖下去，真的是把一个20多岁的孩子就真的都给毁掉了。你们一点劲儿都没有，连吵架都没力气，就看起来特颓废。你刚才一直说这姑娘翻旧账，为什么翻旧账啊？是因为过去的问题没解决啊，是吧？过去挖那坑都没填满，她能不翻旧账吗？所以你们俩分了2次，但是各自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也没有从中吸取任何的教训，只不过会觉得我跟这人在一起4年，我习惯了，就还是他吧。你们其实特别懒，
既不想改变自己，也没有勇气去寻找自己更喜欢的、更新鲜的生活，所以就一块儿懒在这儿。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爱情是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要想在一起，就把过去所有的问题摊开来说，解决清楚；要么就是一拍两散，各自去寻找自己更有动力的、更新鲜的、有正能量的爱情。我觉得这才是20多岁应该做的事儿。谢谢苏老师。你说翻旧账对吧？我有一个办法，翻旧账怎么解决呢？特别好解决，就是4个字儿：过度补偿。我呢记性特别不好，我当时在刚谈恋爱的时候，老是忘那个生日，啊什么相识纪念日。后来我就在想，哎呀，不要让他老说了，一次性解决。然后就设计了一个黄山之旅。带着他一块儿去黄山，我自己拿着我的那个摄像机给他拍各种照片，然后还跑到我记得那个西峡那个特别凶险的但是绝美的地方，哇，他那个害怕的一边激动的抱着我，一边欣赏着那绝美的风景。这旧账都忘完了，然后我们还去了山下的歙县、易县，美得不得了，世外桃源，对吧？拍出了无数的照片。然后呢，晚上这个房间上面撒上花瓣，弄上新，一次性解决所有旧账。你有吗？没有，对吧？说到双重标准，你想想，你自己，对吧？说别人玩手机，然后呢，等到你玩手机的时候，你振振有词，你自己呢，又叫别人小小，又给人家端茶倒饭，是不是？到最后呢，人家是发了一张照片，不是都删了吗？那你就不能原谅，你的那个心眼儿也好小。你这就像我们公司的人，对吧？他跨部门合作，别人部门交给他的东西，哎，这个细节没整好，他就说细节决定成败，你们怎么能这样？等到他自己弄的货交给另外一个部门，哎，细节没做好，别人说他的时候说成大事不拘小节。你这双重标准也到了一定地步了，是不是？你自己想想，感情，我有一个烧水理论。就刚开始大家热恋的时候，其实是很热的。你们按道理3、4年都不应该降温的，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1年、2年、3年、5年，它是一定是不断的降温的。所以它需要什么呢？也不是只是男孩，包括女孩，每个人不断的去烧一把火，再制造一些浪漫。那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用点新的，所以呢，你不断的去给这个感情加温，两个人呢就活得越来越有滋有味。而你一直不加温，你们俩的感情你瞅瞅，已经变成凉白开了，再下边就结冰了。如果你们是这样一路顺滑的话，不如到此结束。但是也不要忘了，以后你们再遇见任何一个人，都会有一个从高温到降温的过程。你们记着，不时的要去点把火，烧把水。好，谢谢毕总。不要凝重，没那么严重啊。少年中年化，中年少年化，同时出现了。比如我这样的中年人，天天看动漫，天天玩游戏啊，感觉自己啊，好像年纪还很轻。小孩们，我团队里面也有个小孩，97年的，和男朋友也是大学出来之后就开始谈恋爱，然后他们的生活习惯完全相反。饭都吃不到一块儿，各自点各自的，点完之后拿着，然后两个人在茶几上，你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就各自吃饭。很多的小孩儿，大学才一毕业，真的活得跟老夫老妻一样，相顾无语，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有。相顾无语不一定是没有感情的原因，也不一定是不愿意陪你的原因，有可能是你们的人生上面没有遇到什么新鲜的可以告诉对方的事情。你们真正要理解清楚的是，为什么你们的生活死水了变成？这个死水不是感情上的死水，是你都已经没有什么生活上你所遇到的新鲜事儿、激动的事儿、感怀的事儿可以告诉你的另一半，你们已经没有了。那么你们的生活、你们的人生、你们的工作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要想一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其实觉得你们这2次分手，我听下来啊，更像是一个相互养成的过程，就你们在规范对方，告诉你什么是我的底线，什么东西是应该做的，什么东西不应该做。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没有爱的教育，
当你们什么都不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这个时候我跟你分手，然后这个说要不要复合，好，到最后磨合成一个好，不许别人叫你叠词啊，不许跟异性怎么样，你们都不做了。在这个过程中，你慢慢磨合好了。所以为什么我个人认为你们之间没有太大的事儿，唯一的大事是在人身上面，就是因为你们在这个过程中互相的在磨合，所以你们真正要学的是什么？就是智慧的相处。叶总刚才有一句话说的挺对的，就是要加火啊，你们真的是要经常去加一下火的。吃鸡是很好看，但是吃鸡这件事情只能温暖你一个人，它温暖不了你女朋友。当你们两个人真的决定在一起的时候，他的那个温度你是要负责任的。我给你们建议是关注对方内心的温度，想一想我要给他提供多少温暖。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你俩上一次说我爱你是什么时候？就他生日的时候。他生日是什么时候？4月份。4月份的时候。4月20号。我爱你。对。你上一次跟他说我爱你也是在那个时间吗？对。情侣在谈恋爱的时候，不应该是每天道晚安说爱你吗？你们已经没有了那种爱情当中的波澜，这个是常见的。任何一段感情处到3年以上、4年左右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趋于平淡。有科学家研究过，人在心动、脸红、小鹿乱撞的时候，那种是身体的激素带来的。这个激素可以维持半年到4年之久，之后这个激素就会消退。我们每个人看到的可能就只是对方的缺点了。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能够和动物这种本能做对抗，不是因为这些激素消退了之后我就不爱你了。因为我们成为了彼此生命当中那个比较重要的那个人，我们愿意为这个感情去做出一些努力和付出。但你们两个人现在都是消极的对待感情，就这样吧。他看游戏直播，你从来没想过陪他一起打把游戏吗？你从来没想过陪他一起看一次直播吗？看过。看不进去是吧？对。那你没想过跟他去找一些其他的共同话题和共同兴趣爱好吗？因为他很排斥，就是我找他，就是想主动的跟他说我们干点什么吧。他说我今天有比赛，很重要。干点什么？问他，不如你先做出行动。男生也一样，如果他一直在努力，他想要提温，但是你一直不给他配合，那一样，你们就是最后感情就是走向终点了。如果你们两个人一直消极对待感情，这个感情结局都能看得到，就像烂尾楼一样，那早晚有一天就爆破了。你们只是在耗那个时间，所以我建议两个人试着努力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当初那种爱的炙热。说一次我爱你，看看说这3个字之后，彼此心中还会不会动容。如果真的没有了，那就别骗对方，别骗自己。谢谢。谢谢珊娜老师。我问女生几个问题啊，你生活里有什么爱好吗？我喜欢逛街，然后去逛街叫爱好啊，好吧。电玩城。就是打电玩是吧？对。打你的电玩去啊？为什么不去啊？就是跟他在一起，慢慢的我就社交圈也变小了。所以啊，其实核心就是你应该有你的生活啊。你们把各自的生活活丰富了，你们再回来谈恋爱，就是因为你们把所谓爱情的比重在生活里放得太多，然后生活又没有其他的色彩，就这样嘛。你生活没有内容，对，你的生活也没有内容，因为匮乏，所以恋爱也变得没有滋味了。人可不就这样吗？感情里面什么是最可怕的？那苏老师说的麻木是最可怕的。剩下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让生活过得有点滋味吧，好好琢磨琢磨，一起进入真情流水。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些，我也想了一想，自己原因确实有点，然后我感觉就是咱俩都有原因吧，然后咱俩也都挺看重这个感情的，只不过就是方式错了，然后也不沟通吧，但是还是希望你的能改一改，如果能改的话，我还是愿意跟你好好走下去的。
但是你双重标准这个事儿3年了，我觉得提了2次分手，如果你再不改的话，我觉得还会有第3次，我不想再被分第3次手了。而且你一直看直播，我觉得你也应该把重心放在我身上一点吧。确实，老师们也说的确实有道理，当然确实累了，没激情了，确实该适当的生活。如果就是都能改自己的缺点，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生一下。行了，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情感困惑，请你拨打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0223606301，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请开门。现在正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来，坐明。谢谢你们的分享，请回。谢谢主持人，谢谢老师。好了，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跟他相处快1年了，刚开始他追我的时候表现得还挺热情，也懂得关心人，可正式一起后，我觉得他变了。1年来，我们总是吵吵闹闹的，他脾气特别大，嗓门也高，总爱小题大做。我觉得他性格特别内向，啥事都不喜欢和我沟通，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现在我觉得我们之间越来越陌生，矛盾也越来越多了。他总说我情商低，爱冷战，我只是不爱和他争辩，只能一个人憋在心里。毕竟我的性格就是如此，为什么他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呢？我们都这个年龄了，我的压力也很大，心里也很纠结，我不知道我们还能走多久。有请这对情侣，有请。靳先生37岁，来自吉林工人，有请。张女士41岁，来自吉林个体，有请。欢迎2位啊！今儿为什么而来呀？是我要来的，主持人。啊，来干嘛呀？跟大家说说。就是我俩相处快1年了嘛，然后就是我觉得他性格特别的古怪，然后平常也不爱说话，不爱与我交流有什么事儿，然后就喜欢冷战，脾气还有点大，然后有时候还有点小心眼儿。就是我现在对我俩的感情特别纠结。咋认识的呀？我俩是去年的7月份，在网络上认识的。这岁数都不是特别小了啊，结过婚吗？以前？我离过1次婚。有孩子吗？有孩子。男孩女孩？女孩。跟您还是跟他父亲？一直都是跟我的。您呢？我一直没结过婚。一直没结婚。对。喜欢这位女士什么呢？她就是这个人吧，比较过家吧。也不爱那些网购啦，还有化妆啦，也比较会照顾人所以愿意在一起。对，这个他，你刚才说他性格比较古怪、独特吧？不用古怪这词儿哈，与众不同是吧？哪些方面体现了他的与众不同呢？就是一般的正常来讲，就是女朋友陪着去买衣服就特别高兴吧？你说就那次我陪你去买衣服。然后我俩就逛了好几个小时，一件都没买成。这不也寻思我一直干活也穿不着好衣服吗？有2件穿就行呗。再说也挺贵的，买东西啥的。你要是不想买的话，你早点跟我说，别逛了呗。你那不遛我玩呢吗？为了陪你才逛的吗？我也是为了你。主持人他就是这样，就是他不对，然后他也不说他不对，就他特别怪。争那对错干嘛？逛了街就开心了嘛。本来是挺开心的，我就觉得。30多岁人买点衣服什么的，逛逛街不太正常了。他肯定有他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嘛。没事，我们听明白了，逛街算是他性格怪癖的一个写照。特别怪。还有什么呢？不爱说话，特别的不爱说话。
以前还好点儿，就是不爱说话是因为我从小母亲就去世了嘛，一直父亲给我带大，父亲干农活啥的也没有时间照顾我。20多岁那阵儿，我又出海来的，跑船做海员来的。你是海员是吗？对对，海上基本上都是外国人，跟他们也没啥沟通的。对，想沟通他也听不懂咱的话，对吧？对呀。完了之后就是慢慢就形成这种现在。那你也太不爱说话了吧？就第一次上我家，我来2个女朋友，我都跟你说过，从小一起长大的，属于闺蜜了。然后人家一进来，你看，不是你怎么表现的当时？那我不也打招呼了吗？当时你说了一句话，扭头就走了，我多尴尬呀！不是他说了一句什么话？我介绍一下嘛，然后说这我男朋友，那再说了，点个头说一句话。再说你们闺蜜之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别的话，还说别的话。我在旁边，我寻思。那你就不能在那陪一会儿吗？你就玩你手机去了，然后你就找借口、找理由。你知道人家背后给我打电话怎么说你吗？给了一个差评。不是怎么了？就是不爱说话嘛。不是，然后就又没让他们家差评就差评呗。您这儿好评还是差评？但是我一点没面子了吗？那我这，哎呦，您的闺蜜来了，她跟您闺蜜聊一起，还有您什么事儿？初次见面，你说你不表现的好一点？我怎么表现？我说什么呀？你拿点水果啊，点颗烟什么的都可以吗？您闺蜜还啊？哎，行吧。跟我朋友这样，跟我家里人也是。有一次我爸生病了嘛，去看病去，然后他陪我去了也没说什么，然后趁我们都在前面打针忙活的时候，他上后边就把钱给付了，把账结了。结吗？但是你要当我爸面你说你要把这事办了，或者说叔你好好养病吧，钱我已经付过了。他老人家不是在那儿打针呢吗？我就觉得，把这个账付了就完事儿了。再说也没多大事。不是你应该跟你爸说呀，拿个喇叭。爸，我男朋友把钱付了，你安心养病。那我说跟你说的性质能一样吗？有啥不一样的呀？作为我男朋友，他在我父母面前表现好一点。我怎么做都是不对。不是我钱都交了，你还让我怎么表现啊？钱都花了，你为什么不当着面表现更好点？不会说。哎呦我的妈呀！还有什么？还有点小心眼儿。有一次他来找我，然后我就玩手机呢，然后他就不高兴了，就说我跟谁聊天了，打电话了，而且是男的。根本就是我在外面隔着门我都听见了，就是你跟人聊天动静了。你进来的时候我让你看手机呀，我说你看看，我跟你解释。看手机你不听啊？我进屋你已经关了，我怎么看呢？你脾气太大了，你就疑神疑鬼了。不是他做了什么？你说他脾气大呀？他摔门就走了，不听我解释。我多冤枉啊！我在乎你，我才生气的；不在乎你，我不带生气。你要是心里真有我，你在乎我，你应该相信我，知道吧？你不要那样冤枉我。跟人聊天就聊天，完你还不承认？我说你看了吧，他就这样狡辩，不承认还。聊天就聊天了，怎么了？我没聊，我就是玩手机呢。不是，你听我说，就是没事我愿意发个朋友圈嘛。然后就是有男性的同学哈，给我点个赞了，送个礼物什么的了，评个论了。他就生气，不是为什么发朋友圈有送礼物？怎么现在朋友圈有这新功能是吧？就是下边评论嘛，送那个表情什么的。表情那个表情礼物哦，吓我一跳，我以为朋友圈开发了新功能。关键你同学送别的行啊，又什么拥抱了，又什么花的，算什么表情？那能证明什么呢？我问你，那都是同学关系，平时都自己忙自己的，我跟他们从来都不联系，就发个朋友圈点个赞有什么呢？那我就吃醋了呗。然后后来你竟然朋友圈不让我发了，这不没事吗？要发的话，把咱俩的发照片发上可以呀。发咱俩照片？把咱俩的事公布一下子。我觉得颜值吧在那儿呢，就发完照片，美颜也不能这么好看。再说咱俩处了还不到1年呢，总闹矛盾，我怎么能把你的照片或者把你的身份公开？
能生孩子要他呢？因为毕竟我俩处也将近1年了，感情也在这儿呢。他这人遇事了也通情达理了，也会过日子。行，所以如果以后你跟他结婚了，你们俩确实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孩子，你接不接受？可以接受。您说的啊，问您啊，就是这么一个人，你可以说他不会说话，你可以说他脾气大，甚至你还可以再想象说，结了婚之后他可能现在的行为还会再放大，这你接受吗？我接受不了。他如果是真的想和我在一起，真的爱我的话，他应该能改呀。我觉得。那你觉得他真的爱你吗？我就觉得他心里只有他自己。那你爱他吗？我这个年龄好像说爱吧，反正不烦吧，就是喜欢。好，他是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吗？现在看。你觉得你是他合适的结婚对象吗？我觉得我挺好的，然后，反正我自己觉得我没什么。你女儿对你的这种情感是怎么看的？我女儿挺懂事的，然后也特别孝顺，我同意，然后她就同意了。所以女儿是随妈妈的。你女儿对这个叔叔印象怎么样？她就是平常也没见过2回嘛，还不太了解。那你是怎么给闺女介绍的呢？我跟闺女说，我年龄已经不小了，以后不想给你增加太多负担。然后我看你叔这人让我俩接触还可以，就先处着吧。行，听明白了。所以你的担心是有的。对。他连自己都不希望给闺女儿添麻烦，他是想通过一段婚姻有一个生活的变化，对吧？有。所以他怎么会生孩子什么这些呢？谢谢你的坦诚啊。女儿给我们节目组写了一点东西，我们来看一看啊。其实对于我妈妈交男朋友的事儿，我也是很支持的。毕竟我现在也大了，不能一直在身边陪她。我也希望有个人可以陪在她身边照顾她。我妈很少跟我说他们交往的事儿，但我能感到我妈妈有时候有点不开心。他们俩到底在不在一起，我会尊重妈妈自己的意见，但我希望你们可以转告她，让她不要有心理负担，不要为了想找个结婚的人而结婚。就算她以后一个人过一辈子，我也会永远照顾她，我会成为她的依靠。啊，这是女儿给妈妈的。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还是挺睿智的，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不要为了生孩子而结婚，不要为了自己的老年要有一个人照顾而结婚。如果不爱的话，为什么要结婚呢？这个女生的话把它延展大概就是这么几句话。行了，你们这事儿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张女士啊，如果你想找一个会来事儿的、会聊天的、会哄人的、长得帅的，一开始就不应该找他。再活37年，他也变不成你想把他塑造成的那个样儿。在你闺蜜面前，在你朋友面前，他永远不可能像你想象当中的那种有风度，他永远变不成那个样儿。经过了1年的相处，你对他是不满意的，其实。你现在的所有的那种什么小作啊、挑剔啊、找茬儿啊，其实都是你自己在跟自己的内心做斗争。一个女人到了40岁，她可能会有的时候在心情上、在情绪上，会有一种战斗。她跟谁战斗呢？是跟自己战斗。她会不断地想：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吗？我就不能有更好的选择了吗？所以这时候你内心当中就开始做斗争了，所以你希望他变成你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但是你又知道他不可能变成那样，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你们2个人站在这儿都没有错，只不过你们的3观不是特别贴合。他就是想找个人踏踏实实过日子，你呢？你还想有自己的那种小情调、小面子。其实我们今天在这儿的所有的评价，可能稍微的会显得片面一点，但是我觉得女儿对你的评价应该是最中肯的。这1年，她已经看出来，其实你不太快乐，但是你又迫切的想抓住点什么，你又害怕过了这一站更没好的了。你要是老有这种想法的话，我想可能是把2个人都害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在这儿，
大家就好好考虑考虑，就是到底自己最想要什么，就是想找个伴儿过日子，还是我还想有火花，这是2种概念。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不是一个不可以柔软的女人，但是你没碰到那个人。你们可以过日子，但是绝对不是彼此心目当中那个最满意的对象。可能40岁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但是是向生活妥协呢，还是再进一步呢？这应该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谢谢崔老师。哎，我想问一下，之前跟前夫离婚的原因是什么？也是因为性格不合。什么叫性格不合？就是我俩就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想法都不一样。他是能歌善舞吗？讨你的这个朋友欢心吗？他就是没事儿，就是在外边总出去就吃喝玩乐的那种。那这个朋友打分应该比他高嘛，其实，对吧？肯定比他会聊天嘛，也比他会来事儿嘛，也能带得出手嘛，是不是？所以这才是你找他的原因啊。你们俩聊的时候，我一直在讲，哎，你为什么会找他呢？我就百思不可其解。后来我就明白了，你现在想找一个安稳的，你的内心里边呢，渴望着一个白杨树，但是你又怕呢，这个白杨树呢到处招别的蝶，是不是？现在呢，你选了一个土豆，特老实，对不对？他既然不会跟你的闺蜜们搭讪，他应该也不太会勾搭别的女的，那你放心。所以你要想清楚，你要的到底是什么？你不可能2个都要。如果你想找一个暖男，你记得他一定也会温暖别人。如果你想找一个老老实实的，他可能就是笨嘴拙舌。但是对你来说，我特别想劝你一下哈，其实你也看到了，他的需求，你应该是有一大半是满足不了，是不是？如果你真的能够愿意塌下来，改变自己的性格，对吧？多去呵护他，多去温暖他，事事让他顺心，对不对？他想说什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我本来也是笨嘴拙腮的，我小时候我老妈也说见人都不会打招呼，不会打招呼你就问问他说咱有啥办法呢？下次你闺蜜来我削个苹果，不也行吗？不一定非得说话，是不是？那你干嘛就盯住说我就是不干呢？又不能歌善舞，你再失去了你自己的那种温柔体贴呵护，你还有什么？不要把自己的所有的优势丧失殆尽，好不好？你就天天逗他开心，嘘寒问暖，用你的心去温暖和征服他，好不好？好，谢谢丽子。2个字，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就感觉吧不合适，怎么都不合适，哪都怪，哪性格都不合不对。但是呢，好像呢，没有他我也找不着更好的了，挺难了是吧？你说了好几次，我这个年纪了，一直没有结婚，没谈过恋爱吧？都没有。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我也觉得你们自己真的是这么想的，我再找不到更好的了。后来我又换个角度啊，我提出一个猜想，可能你们自己都没发觉，潜意识里面有这个可能性，就你们找彼此啊，会不会是有可能在给你们自己疗伤？刚才一总问了你前夫那种肯定是你喜欢得上的，你肯定喜欢那种能言善道的，不种活泛的，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人给你造成伤害，你心里面是有伤口。为什么你会去找一个你明明喜欢不上的人，但他有的时候就是能让你安心，就是他潜移默化的在慢慢的滋养你，在给你疗伤。这是我的猜想啊，你可以自己想一下这对不对？就好像怎么都不对，但总有那一瞬间那一刻是在温暖你。比如说你在说你为什么不当着我爸面跟他说把钱已经给了，为什么偷偷给？你心里没有一点感动吗？我相信你有。不相信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个减分项，这是我的猜想。对你一样的，从小母亲去世，父亲不管你，造成了有一些不怎么说话的状态，再加上海人，这一整个过程里面，你第一个恋爱对象能言善道，跟以前的你，跟你所经历的人生完全相反，截然相反。
你是不是也需要这样的一个人来慢慢的让你感受到整个生活是有滋味的，是有声音的，是有色彩，这也是我的谈想。所以我对你们两个人评价就从一开始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现在更感觉到你们两个人是什么？你们是两只刺猬，两只刺猬要谈恋爱很难，因为它没有办法拥抱，你知道吗？因为它身上都有刺，所以我要提醒你们，在看到对方的刺的时候，也要看到自己身上的刺；在看到自己身上的伤的时候，也要看到对方心里的伤。就那么多，谢谢大家。好，谢谢陆琪老师。你看不上一个人的时候吧，他做什么都是错的，他连呼吸都是错的。就你看不上他，你永远都看不上他。你不要强迫自己去看上他、喜欢，让他爱上他，那更不可能了。所以说白了，凡事都有两面性，有优点就一定有缺点，就看你翻哪面。你接受了他的优点，你就要为他的缺点买单。如果你要不接受他的缺点，让他把这个缺点改变了，那当初吸引的那个优点就没有了。所以归根结底就一点，爱其所是还是爱我所愿，凑合还是将就，您自己想。谢谢。好，谢谢山丹老师。哎，你再看他还心动吗？他吧，其实人也挺好的。你就说不动就得了啊，不自信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啊，离异带孩子不给你生娃，没婚史给你生娃，有婚史有娃也给你生娃，三类女性，你最理想的是哪一类啊？还是会生娃的。那可以生娃的有两类嘛，一类是未婚，一类是离异带娃，哪个最理想？还是没结婚的呗。那你就应该奔着这个去找啊。没有结过婚，愿意跟你一起生个孩子，所以你怎么看他心里是舒服的，是没刺儿的。您不就想要一个那样的男生吗？风趣幽默，八面玲珑。如果对您好点，人再踏实点就最好，对吧？去找一个比您年龄再稍微大一些的，更有生活阅历的，懂得欣赏你的美的男性 ，OK 吗？关键是现在就也不好找啊。所以你看，你闺女儿了解你就了解在这儿，我们不用说那些大话，我到底爱不爱她什么。但是我俩也快1年了嘛，也是有感情的。所以啊，你听他刚才的话，你没有触动吗？我觉得，如果真喜欢一个人，能会为他改变的。不是，凭什么呀？你能为他生孩子吗？生孩子不？你能为他生孩子吗？你不是说喜欢一个人可以为他改变吗？所以，现实就非常简单。我还是觉得姑娘那句话说的特好。我刚才引用了，我再引用一次：不要因为要结婚而结婚，不要因为要一个孩子而结婚。不要因为现在找不到人，来了一个人说我要跟你结婚，你就跟这个人结婚。你琢磨琢磨吧，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了，在往后余生里，我想把自己过得开心点儿，幸福点儿，我不想那么累。咱俩交往这1年来的，其实你人特别好，但是就是后来你就是脾气特别大，性格也特别怪，我有点接受不了。如果你要是真在乎我，你能为我改吗？你这人也挺好的，各方面也就是。你就说一句喜欢我有那么难吗？你好几次就这样吞吞吐吐的，然后嘴特别笨，你就说一句喜欢我，为我而改。我会。你真在乎我吗？慢慢改变吧。我感觉你就是不是那么爱我。哎，你活在你世界里，按你的世界标准去找吧。谢谢两位，请回。来，请关门。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下载京韵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京韵 APP、天津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
谢谢4位啊，帮助他们认清了自己，这个结局其实挺好的，只是在这儿给了他们最后一点动力嘛。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金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青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期。有网友向我们提问说，我们俩因为他妈妈不喜欢我，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是那种有我没他的程度。1年多的感情，我真的舍不得。我面对的选择真的好难啊，要么分手，要么就这么耗着，我该怎么办？既然无法选择，不如花时间想想第3条路，怎么样能让他的妈妈喜欢你呢？祝你幸福吧！再一次的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